其实糖尿病跟血压高是吃出来的，大多数原因都是吃出来的。如果你现在远离你的父母，你也没有去吃回你小时候你父母给你的食物，因为你父母以前很喜欢煮给你炒饭、炒面，还有很多糕点之类。你现在是脱离这样子的食物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有血糖高或者是血压高。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预防的方法。我讲的很简单，因为我不要把它复杂化，因为太多人会怕。其实一句话，你要预防的话，就是你要远离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种高糖的油炸的食物，你就会比较健康，就这样子。这什么是其中一个。说是高糖？什么是高糖啊？高糖对，就是说我们的米饭啊，米饭就是淀粉类，淀粉最后在我们身体就会转换成为糖，血糖。所以血糖高的人是不是不能够吃太多饭？他的血糖会很高，升高，嗯，所以他们甘愿选择糙米，对不对？所以血糖高的人，糖尿病的人，他除了不能够在他的饮料加糖，OK，因为那个马上会变成血糖升高。他的那个米饭其实也是要控制的，白米饭也是要控制。就算他吃糙米饭，也不能够过量，OK，所以它的量要减少，然后把这个分量呢加多一点是蔬菜水果水果不可能太甜了，还有一些蛋白质也是要摄取，因为这个胰岛素它其实是一种蛋白质来，它需要好的蛋白质跟脂肪去分泌。我们说，你的胰岛素是从哪里分泌的？胰岛素住在哪里？你的胰脏啊，对不对？胃的下面。这个胰岛素它在胰脏里面分泌出来。如果你的胰脏呢那个器官它退化之后呢，它就不能够分泌胰岛素。没有胰岛素的话，你血糖在血液里面很高，所以你才会有血糖高。其实血糖高哦，那个问题不是在血糖，是在你的胰岛素跟你的细胞的外层，我们叫细胞膜。所以想知道这个天大的秘密啊，我觉得很哎，少人知道啊。到现在为对，止，很多人患上血糖高或者是糖尿病的话，他是说哦是那个糖的问题，其实不是糖的问题。OK，如果你们今天就震惊一下，你们在后面那边血糖高不是糖的问题，其实糖血它是我们糖高不是身体糖。的能量的一种，它没有罪的。因为我上个星期是跟你们改变了油的问题啊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下糖的这个概念，糖，糖的没有罪的，对，听到这就是样子哦，人家就讲哇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加糖，也不可以放糖，煮东西也不对呀、可以有糖啊。对呀、完全不能够有糖。我有很多病人，就是客户，他会问我，诶，我的谁谁谁他有血糖高，有糖尿病，你的这个他的饮食里面有糖哦，或者是这个什么营养啊，它里面有一点点糖，他可以不可以吃？其实跟你说，不是糖的问题，是他的胰岛素的问题，还有他的细胞膜。对，那我就解释给大家听，我们的细胞需要糖去做成能量嘛，每一个细胞嗯都是利用糖的。OK，然后如果这个细胞它外面有一层保护层呢，我们叫细胞膜。这细嗯胞膜呢，它有两层，它有外面一层跟里面一层。那么这个细胞膜呢，它是怎么建造出来的？它是一层油建造出来，我们叫 phospholipid 啊，磷脂两层的。OK，那么如果你的油哦，你每一天摄取的油，或者是你吃进去的原料，它不能够很完整的建造一个细胞的外层，我们叫细胞膜。那么你的这个细胞的外层呢，它就变成很硬，或者是有一层卡住的这些物质。然后你的胰岛素其实它是把你的糖呢，开门进来的。那么胰岛素它现在开不到门，因为你自己的细胞膜呢，它的油不健康，或者是你啊，的蛋白质也不健康，所以你的胰岛素它做不到工，它开不到门，它找不到洞进来，你的血糖就会在外面。
流走，在你的血管里面一直转啊转啊转啊，OK，就不能进去你身体的细胞去利用。到这个一个时候呢，你去验血的时候，你的红血球哦，我们叫做你就是验你的红血球，你的血糖有没有粘在你的红血球那一边？因为它不能够进去你细胞嘛，它就是粘在你的血那边嘛。OK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原因，大家了解吗？麦露跟奶粉其实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很 哦，我跟你 OK 的。说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是研究巧克力饮料的，我是找那些肥胖的人去喝那个巧克力饮料，我们不要讲什么牌子啊。然后我就发现呢，肥胖的人很喜欢喝甜的巧克力饮料，然后我每一次都要准备那个巧克力饮料嘛，它其实就是可可粉，可可粉是苦的嘛，可可粉它要加很多的糖，它才可以变成我们可以比较接受喝的那种巧克力饮料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你们喝的可可饮料哦，这个巧克力饮料是很多糖的。我才加那么一点点的巧克力粉啊，我就要加这么多量的糖，你才可以喝得下去啊。所以你是说那个牌子的巧克力饮料有没有糖？我跟你说很高糖，就算你是买减糖的，它也是很多糖的。你可以喝，可是不能够天天喝。你一时一时可以，就是喜欢喝，可是不能够每一天都去喝，除非它是喝了之后你有去运动。所以这种高糖的巧克力饮料才会在你运动的时候呢，去用完它的卡路里，你的那个糖才可以燃烧完。不然的话，我不鼓励你天天喝那个巧克力饮料。它这个饮料没有问题，只是我们的习惯天天去喝的话，它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毛病。所以糖尿病的人是因为每一天都食用高糖的饮料，都吃很多的淀粉食物，久而久之呢，再加上他们吃那些煎炸的油，这个油使到它的细胞外层呢，它细胞膜被卡住了，所以它的糖不能够进来的话，它才会有血糖高，这个是它真正的原因。糖尿病不是糖的问题，糖尿病是因为你的营养不健康，营养不均衡，包括你的油，你吃太多的淀粉类的问题，长期吃才会造成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问糖尿病会不会遗传，你如果远离这些高糖食物，还有煎炸的这种植物油它才会有机会去预防它。如何去测试自己有没有三高啊？那三高刚才讲了嘛，是什它会么？有先大家还开始一记得吗？些症状的嘛？就是如果我们对，没有去验啊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去看医生，可是我们自己的话是怎么样测试自己有三高，还是我们必须要去到验才会知道？那通常三高血糖高的话，你不去这验血你是不知道的，但它会有一点点开始的症状，就是说你会很饿，因为你的血糖不能够去到你细胞，你细胞没有食物，它会跟你身体发出一些警讯，就是我需要营养，那个糖也进不来，怎么办？你会饿，你会时常饿，然后一直吃一直吃，你吃错东西哦，然后又出去吃饼干啊，吃面包啊，米饭啊，一直每一餐都吃饭啊，它就让这个情况血糖越来越严重。然后这些是你还没有去验血的一些症状啊，或者是有一嗯。些人他开始手脚脚趾会变黑，那个也是血糖已经很高的一个警讯来的。还有一些人会很容易累啊，口渴啊，因为这个糖尿病以前我们古时候中国叫做消渴症。什么是消渴症？就是说你很累，然后又很口渴，吃多、喝多跟尿多、散多，就是你的糖尿病的这个症状。其实一定要去验血了，你才知道你的那个指数有多高。而且他验血，现在很多人是用那种自己去买的那个机器，然后去量那个 strip 的，对吗？
真正的要量到准确的话，是要去验你的血红蛋白指数，就是你的红血球它有粘着多少的血糖，所以这个才比较准确的。如果是那个血压高的话，血压高大家知道什么是血压高吗？血压多少才算高？如果我们正常的血压其实是110，对吗？那血压高是多少才算高？其实以刚刚我有看到前真正的有人问，140算高吗？140其实就是开始高了。少过140就我们说微微的症状，微微的症，但还是它已经是开始要迈入血压高。血压高其实我们的那个量血压的时候，就是量我们心脏供血去全身，那个是上面的指数。然后下面的那个号码呢，是我们身体那个血收回来在心脏的那个压力。所以心脏有2种压力，一个是供血去全身那个高的压力，还有把血收回来的压力。所以这2个血压高的话，上压我们讲上面那个指数是140，如果是下压呢，超过90就是血压高。我们也有分哦，你们要知道吗？其实血压高有分3种的，你们想不想知道？今天谈了3高，然后血压高也有3种的。第一种就是我们时常知道的，上面的上压超过140就是血压高，有些人是160，甚至有些人是180。你到了180以上，就是开始要中风的。为什么上面会高呢？谢谢你们打333。为什么会上面的上压会高？你看一下我们的血管从心脏那边泵出来，血管如果好像我们的水喉我们浇花嘛，那个塑料管它的水喉变窄了之后，里面堵塞了。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好像有提到，如果我们吃太多高糖食物，或者是煎炸的不好的油的话，它会伤害我们的血管。那我们的血管就受伤就会让这个胆固醇去修补。所以胆固醇不是不好的东西，它只是帮你做这个膏药部这边在血管修补。修补一层一层，就让这个血管变窄了嘛。如果是变窄58%，你是没有感觉的，这个已经是血压高。不知道的，不知道的。不会然后它在不会任变窄，何有痛啊还是什么？不会，不会的。你感觉不到。变窄到70多%，可能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呼吸比较喘。到了你变窄到90%，比如说心脏血管的这个血管，心脏有5条血管2条去全身，2条是从这个肺那边回来。一个去肺，一个回来。然后还有1条是心脏自己给自己的这个血或者是氧气。如果这5条血管里面你其中2条阻塞，医生就会跟你说你建议要去bypass或者是开刀手术嘛，可以通那个血管。然后通常你2条阻塞你是没有什么感觉。到了你其中一个真的是要破裂的时候，你还会很辛苦，你会心脏这边会有压迫感啊，或者是你的这个肩膀这边会酸痛啊，时常很酸这样子。你举手也是会这里左手会比较酸痛，这个是心脏血管阻塞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是心脏，他是这个脑血管阻塞。他们年轻人虽然这里呢？